此时的长意一直以为是自己惹得云禾不开心，这让他想起上次云禾哄人的方式。于是再次见面时，长意特意召唤出一片雨云，一葫芦画瓢的开始学起来，吓得云禾惊慌失措。长意见效果不好，只得问起他喜欢什么。这时洞外偷听的人开始了神助攻，洛洛提醒俩人一起睡觉。云禾硬着头皮承认他最爱睡觉，长意信以为真，丢了手中东西就跑了过去，两人并排躺着。云禾以为长意睡着了，仔细端详他俊秀的脸，心里充满爱恋，却不知在他睡后，他却睁开了眼睛，笑得灿烂。可睡到半夜，长意发现了不对劲，云禾突然寒毒发作，他看着眼前之人痛苦无比，于是伸手抱住了他，并耗损灵力帮他取暖。云禾感觉原本处在寒冰之中，却突然温暖如春，多年都没有好好睡过一觉的人，竟踏实的睡了过去。可早上睁眼看见抱着自己的长意，他不淡定了，急忙将他推开。长意委屈的看着他，云禾这才发现他好像很难受，浑身发烫。追问之后才知道长意用灵力为自己取暖，原来这一晚的踏实是用他的痛苦换来的，教人喜冷怕热。面对如此美好的人，云禾心里的愧疚让烈火灼身一般，于是他头也不回的离开，留下一头雾水的长意。可他却不知自己的举动引起了林浩清的怀疑，他将云禾告到了青书那里。原来万花谷最大的禁忌就是御灵师和地仙相恋。青书当着万花谷所有人的面拿出了情人剑，要求谷中之人都来测试。此时比云禾更为紧张的就是雪三月，黎叔为躲避测试大闹起来，可林浩清却并没有落井下石，而是装作被打伤，帮助他们拖延时间。因为他知道谷中对情爱之事重罪严惩，但林浩清并不想云禾陷入险境。其实他已想好了如何利用此事逼他退出训教任务。云禾与洛洛着急地寻找破解情人剑的办法，这时雪三月找了过来，两人约定了晚上去毁了情人剑。云禾和雪三月来到大殿，就在他拿起宝物摔碎之时，青书突然带人冲了进来，而此时的雪三月却抓住了他的胳膊。云禾愣住了，原来林浩清派司仪找到雪三月，用黎叔的性命威胁他陷害云禾。可两女的结盟哪是那么容易打破的？他们将计就计，打碎了真的情人剑，将赝品换了上去，然后引来了青书和林浩清。云禾还命人暗中救下了黎叔两对璧人，成功的过了关。可随着情人剑的打碎，云禾没了可以测试自己心意的东西，他有些迷茫，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不敢用真的情人剑测试。再次见到长意时，他一身轻易傲立在雪中，只因某人一句喜欢，他就施法变出漫天雪花。云禾身在其中，开心的笑了起来，那是自由的味道。而在这浪漫的氛围下，长意说出的话直击他的内心，他愿意为了云禾留在陆地上，原本的目的已达到。可云禾却高兴不起来，长意的爱单纯又热烈，他又如何舍得去辜负这份心意？云禾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么美好的人会被顺德认定是凶恶之徒？在长意的解释下，他才知道事情经过。原来当时顺德出海游玩遇到风浪，长意碰巧见到救下了他，可他的好心之举却给自己招来了灾难。顺德第一次见深海之主的鲛人，又爱上了那条尾巴，于是将他抓了起来，想要他臣服。解开疑惑的云禾心疼极了，问他后不后悔随便救人，却在他的回答中幡然醒悟，按照心意做想做之事，后果自己承担。云禾心中所有的结全部解开，他明白了自己对长意的感情，并愿意为他的美好和纯善奋力一点。云禾找到了雪三月和黎叔，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。通过他多年的观察，发现万花谷里有个阵法叫十方阵，里面镇压着上古神兽青羽鸾鸟，他们可以想办法找到阵法的薄弱处，制造混乱，趁机逃走。可奇怪的是，法力低微的黎叔竟将此事揽下。几人本以为他只是想办法制造些小的混乱，却没想到黎叔竟然以血祭阵，打开十方阵的针眼，放出了青羽鸾鸟。原来他和青羽鸾鸟是旧识，潜伏在雪三月身边就是为了这一天。雪三月被心爱之人欺骗，心神恍惚，但万花谷大乱机会难得。云禾与洛洛趁机跑去内殿寻找寒毒的解药，他将找到的解药交给洛洛，自己则去了思过窟，想带着长意一起离开，却没想到思过窟竟也是阵眼之一。随着十方阵的崩塌，阵眼产生了强大的吸力，两人用尽全力抵挡，却效果甚微。眼看云禾就要被吸入其中，长意紧握住他的手不愿松开，甚至在飞石快要击中云禾时，用背踢他挡了下来。随着长意重伤云禾一人无力反抗，两人一起被吸进阵眼之中。没想到这针眼中心竟是一处树林，看着长意身后的伤云禾心疼不已，他急忙想施展法术为其疗伤，谁知这阵眼中竟用不了灵力。看着长意因疼痛而苍白的脸，云禾心疼的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。为了让他尽快恢复，云禾准备独自去寻找水源，可阵眼内烟雾缭绕，长意不放心，于是云禾拿出了一根丝线，
一头绑在了他的手上，另一头套在了自己手指上，便笑着说：“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让他抓紧绳索，不要乱跑。”一句话果然让长意紧紧盯着绳索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。云禾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但幸运的是，他真的找到一处湖泊，湖边还有一座木屋。长意在湖水中浸泡后，伤口果然恢复了许多，于是兴奋的他提出要帮云禾沐浴。尴尬的气氛让某人匆忙跑开，心爱之人就在眼前，长意觉得欢喜，喵公般的从怀中掏出一朵花。这花是他细心灌溉、仔细栽种的，因为黎叔说过女子爱花。可云禾想到雪三月和黎叔是因樱花结缘，最终却在谎言中缘尽。他对长意又何尝不是谎言开局？云禾放下花走了出去，屋里的人无比失落，屋外的人也深深纠结。云禾开始害怕长意在知道之前种种的谎言后，会对自己恨之入骨。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份真挚的爱意，所以即便不舍他，还是选择做个了断。可前脚才下决心不再对他温柔，后脚就因为长意打翻药罐而担心不已。云禾终究还是不忍心，仔细的帮他涂了药，还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睡在了同一张床上。望着那张睡熟的脸庞，他再一次心软下来，心里想着明日再做了断。可第二天长意的举动又动摇了他的决心，他竟然一大早带着伤跑去河里抓鱼。看着越陷越深的长意，云禾瞬间觉得头疼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其实聪明的长意看出了他有心事，他只是在等云禾主动说出口。两人说话之间，刚抓来的鱼却突然消失了，这让云禾开始怀疑湖底可能有出口。就在他们思考之时，水中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，随之而来的竟是青羽鸾鸟的腹鳞。